我们需要把这个话反过来推敲，那就是美国希望俄乌战争在2022年的初爆发，可能是乌克兰小规模的挑衅引发俄罗斯的反击，美国在推动战争升级。那么北京冬奥会有没有可能在枪炮声中进行呢？还真不好说。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俄罗斯打算进攻乌克兰了吗？美国政府官员说，俄罗斯计划最早在2022年初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进攻，是这样吗？其实是美国希望俄乌战争在2022年初爆发。最近呢，西方媒体忽然高调渲染，说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更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俄罗斯呢可能出动100个营级战术群，估计有17.5万机械化部队要分10个方向全面进攻乌克兰。俄罗斯说这真是天方夜谭呢。有个规律美国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当他开始宣传造势的时候，那他就是准备动手了。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就反复的指责萨达姆政权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在发动叙利亚战争之前呢，美国指责叙利亚政府违反人权，拥有化学武器等等。这一次围绕乌克兰的局势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战争叫嚣已经持续1个多月了。一开始呢，是美国的军事媒体报道说，通过卫星图像分析，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边境在集结部队，可能要发动攻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当场予以驳斥说俄罗斯采取的是防御态势这个你只要看西方媒体曝光的那些照片，就可以证实普京总统的说法。卫星拍到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一处营地，里面呢大概有几十辆军用卡车，还有一批帐篷。如果仅凭这些部署就说俄罗斯打算入侵乌克兰，那不是笑话吗？都什么年代了，几十辆卡车运送的步兵就能入侵乌克兰？但是事态并没有就此平息，在这之后的这1个多月里面呢，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保持在西方媒体军政栏目的头条上。不但如此美国还动员了加拿大空军的大黄蜂战机部署到乌克兰，英国加强了在波兰的军事部署，一旦乌克兰有事儿就可以推进。另外呢，乌克兰自己也动员了10多万大军囤积在两国的边境之上。这些举动都是以防御俄罗斯侵略的名义实施的。那么这么多部队集结在俄罗斯的当面，是谁打算挑起战争？这不是很清楚了吗？而且在这么大规模的军事集结里面，就看不到美国兵的影子，这摆明的是美国打算用一场代理人战争来给俄罗斯放血。俄罗斯要是吃了亏，得利最大的是美国。俄罗斯要是击溃了乌克兰，美国非但没有任何损失，还可以顺理成章的给俄罗斯戴上侵略者的帽子，发动欧洲盟友制裁，甚至直接打击俄罗斯。今天的俄罗斯呢，根本就没有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理由。这主要还是财政困难的问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打个几场有限规模的战争都是迫不得已2次车臣战争是为了阻止领土的分裂，格鲁吉亚战争呢是为了防止俄罗斯族被屠杀，叙利亚战争是为了防止唯一的西亚盟友崩溃。在乌克兰内战期间呢，俄罗斯虽然对亲俄的民兵进行了支持，但并没有正式出兵。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实际上并没有打仗，乌克兰守军自己投降了。现在俄罗斯的疫情也很严重，战争不是他们的想象。美国为什么非要选这个时候来逼着俄罗斯打仗呢？有人说这是逼着普京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动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呢，俄罗斯确实打了一场格鲁吉亚战争，不过战争和奥运会没有必然的联系。我认为美国这么做可能有3个原因，一个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治理失败，要对外转移矛盾，转移焦点。拜登政府无论在经济发展、疫情应对、社会治安上都是一败涂地，支持力是急剧下滑，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只有一场战争才能转移。二是俄罗斯和中国加深军事合作，是2个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国家互相保护了对方的后背。中国可以放心的向东，俄罗斯可以放心的向西，美国的力量却被分散在了好几个方向，局面眼看就要维持不住了，需要有变局发生才可能改变美国的不利态势。三是俄罗斯近期在欧洲的经营比较成功，必须拆解。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已经开通，俄罗斯与西欧的关系进一步强化，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签署了一体化协议，这在美国看来，这等于是俄罗斯的势力向西推进了一大步，再不出手俄罗斯搞不好就要重新崛起了。按照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说，俄罗斯计划最早在2022年初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进攻。我们需要把这个话反过来推敲，那就是美国希望俄乌战争在2022年的初爆发，可能是乌克兰小规模的挑衅引发俄罗斯的反击，美国在推动战争升级。
那么北京冬奥会有没有可能在枪炮声中进行呢？真不好说。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